林芝得了绝症，医生说她活不过1年，所以席木野要和我离婚。她几乎哭了出来。她只有这么点时间了，求求你，林叶，我无所谓，反正我本来就是因为和林芝有一点像才得以和席木野结婚。她不知道当初写情书的人是谁，也不知道我有多爱她，只有我腿上的疤告诉我自己有多傻。林芝是我的妹妹，她得了骨癌，已经全身多处转移，时日无多。比我爸妈更急的是我老公。席木野没吃早饭，他急得厉害，嘴上长了一圈溃疡，俊逸的容颜也因为疲惫不得舒展，他的眉毛快拧成波浪形了。他指责我，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？急就能替他去死了。席木野冷笑，他说，林叶你真冷血。见我沉默，席木野更加刻薄，他似乎认定了我心里巴不得林芝去死，机关枪一样吐着恶毒的话语。你占了你妹妹的位置，难道还不能关心关心她吗？还是说你就是故意的？你这个人本身就冷漠又阴险，不然怎么能干出抢亲妹妹男朋友这种事情来？说白了，你根本就是个白眼狼。席木也像是站不住脚了。林芝对你多好啊，我说不出反驳的话来。和一个将死之人计较，未免显得我太小气了。所以我叹了口气，我和你一起去看看灵芝吧。席木也又冷笑了，他不想见到你。哦，原来我这个妹妹这么恨我。我把碗碟筷子全部倒出来，然后一样一样整理好，丝毫偏差都不能有。这是我缓解压力的办法，尽管在别人看来像一个疯魔的强迫症。席木野晚上再回来的时候，带上了一份礼物，离婚协议书。他已经签好字了，就等着我同意。求你了，要哭出来一样，不是因为和我离婚，是因为灵芝快死了。他没有多少时间了，如果你签字，我会给你300万。我确实不富裕，这些年我在家里操持家务。席木野看我还不如保姆来得痛快，起码保姆不会唠叨他，脚抬起来一下呀。我怔怔地看着那张协议书，有种不过如此的感觉。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。曾经喜欢到骨子里的人，原来放下的时候这么容易。我从席木野家里搬了出来，那栋房子里本来就没什么我的东西。如果说非要有，大概就是锅碗瓢盆之类的。我总不能离婚了搬一套厨具出来。我去看了灵芝，她很瘦，看不出当年对天对地的样子。她跟我说，姐，对不起呀，临死我还是想有人陪着。我有些怨怼地问她，你又不喜欢他，为什么要这样？灵芝就笑了，起码他爱我呀。漂泊这么多年，我真的累了，他累了，所以找个窝歇着。那我呢？我活该一无所有吗？我把那张300万的卡给了灵芝，不是我大方，是这两个人让我觉得恶心。出了病房，我也顺便去了趟骨科，腿上有些陈年旧伤。现在一到阴雨天，扯着筋骨里头疼，医生说是风湿了，得好好养着。我养不住，我得去找工作。和席木野结婚5年，一心洗手做羹汤，早就忘了怎么跟人打交道。重新捡起来的下场就是跑了1天，压根没公司要我。最后还是托了老同学的福，找了个私人助理的活。招聘启事挂在那里已经很多天了，但是去的人没一个合格的。老同学半开玩笑地说，你去试试吧，雇主很年轻，22岁，留了一头乱糟糟的长发，宽大的衣服上都是斑驳的油彩，2只细长的眼从紊乱的发里露出来，不耐烦的情绪显而易见。鼻梁挺直，唇形优美，因为长久不见阳光的肌肤有种病态的苍白，像他画室里高相。青色的血管在皮肤下宛若流动的小溪，有种诡异的美感。我的雇主叫纪修，虽然是招私助，但纪修很讨厌别人碰他的东西。与其说是助理，不如说是打杂的，顺带着照顾他的衣食住行。纪修对吃没什么大的要求，只有一条，要有前女友的味道。他说他要牢牢记住那个抛弃他的女人的感觉，有点幼稚，是年轻人会有的想法。纪修在画画，见到我眼皮都没掀一下，不招欧巴桑的老同学点头哈腰，看来已经被生活磨平了棱角。先试用，明天还有人来应聘，纪修不知同意与否，
总之是嗯了一声，扭过脸去。我问他我应该干什么，纪修也不说话，只是坐着把那些颜料胡乱的混合，然后抹在画布上。近看一坨屎，远看屎一坨。他问我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像大便。纪修沉默了，过了一会，他捂着脸呜呜哭起来。你说的没错，我现在的心情真的很像大便。我失恋了，失恋是人生大事，画不出东西可以理解。纪修躺在地上，满地的颜料把他灰色的衣服染得五彩斑斓。良久，他说：“我饿了，我不知道什么叫前女友的味道。席木也倒夸过我做饭有家的味道。”天早就黑了，来不及买什么菜式。简单的青椒炒毛豆、西红柿炒蛋也能让纪修饱餐一顿。青年大概真饿了，嘴上说着这是人吃的东西，筷子下的那叫一个密不透风。最后吃完饭，纪修打了个饱服，拿出车钥匙，打道回府。我负责他的衣食住行，自然跟上。司以为他不应该招私住，应该招保姆。纪修便笑，露出2颗尖尖的虎牙。保姆那是没有感情的机器，私住需要灵魂上的共鸣，太有哲学气息了。我和席木野一定就是缺少了这种灵魂上的共鸣。宝马7系静静地停在车库里，因为卓越性能，流畅车身泛着冷硬的黑色流光，宛若钢铁堡垒般的沉着气质，让它也被称为陆上飞行器。风驰电这个词绝对是为它量身定制，没有一个男人可以拒绝急速的浪漫。肾上腺飙升的同时，带来的是一种极致掌控欲的快感。毕竟谁能拒绝征服这样一台钢铁巨兽？但在被标上完美机械称赞的同时，它也代表了绝对浪漫。BMW Be My Wife 绝对的求婚利器。纪修说，我家有个保姆房，我把招聘单拿出来，一板一眼道，住家保姆加私人特助那是另外的价格。纪修挠了挠头，尽管已经乱成一团，怎么整理也只会变成更糟糕的鸡窝。我最讨厌谈钱了。没办法，没钱人会死的。对方冷哼了一声，车头灯亮起，一瞬间小小的车库犹如白昼。走吧，我在路上接到了灵芝的电话。姐，我想吃饺子，你给我包好不好？我想也不想就拒绝了他，没空，在上班。席木野冰冷的声音从灵芝旁边传过来，带着一丝嘲弄。林叶，300万不够你挥霍的吗？还要上班，这就是我为什么不要钱的原因。倘若拿了，就好像我这些年的委屈有了一个收场，谁都对得起我。他的冷眼相对，我只能不再计较。我的付出终究变成了用钱衡量的一切，就因为这300万，我只能原谅，用一颗善心继续我的妹妹，甚至是祝福他们。凭什么呢？我应该好好赚钱，好好生活，哪怕赚不到300万，哪怕只有3万，也能狠狠打在席木野脸上。你再羞辱谁，我死也不会原谅你们这对狗男女。我没拿那300万，我也不会去。他想吃饺子，你不会自己包吗？你使唤谁呢？还当我是你的老妈子呢？席木野拔高了声量，她是你妹妹。我笑了，我是独生女，哪来的妹妹？你去找她爸爸，别麻烦我爸妈。毕竟这女人离家出走，从来没赡养过我父母。四下无人的马路，汽车像幽影一样闪过，留下的只有汽油在空气里蒸发的一点人气味。恐惧与兴奋以同样的速度滋生。我闭上眼，慢点。纪修问我，你说人活着有什么意思？不知道纪修有什么愿望，但我的愿望是，我要把钱狠狠地甩在前夫脸上，方能解我心头之恨。纪修转过脸来，你还蛮有骨气的。哎，那你现在有多少？2万。纪修沉默了，良久，他说，我在酒吧开一瓶黑桃，要9888。他有点摩拳擦掌，像是发现了什么好玩的东西，迫不及待要研究一下。刺耳的刹车声响起，惯性使然，我几乎狠狠撞在仪表盘上，肩膀被安全带勒得生疼。反观纪修，他有种病态的癫狂，整个人都在大口喘端着气。你知道云想孵化公司吗？听说公司临近破产，内部正在经历洗牌，所有人都想抛售自己的股份，但根本没人接手。因为谁都知道这家公司完了，但是我有钱，我也有人，我要接手它。纪修问我，你要参与吗？我一怔，什么意思？
只要500万，你就可以入股500万，2万的250倍。欧巴桑，机遇就在眼前，要紧紧抓住啊！青年说着，低下头去，露出一个笑来，看着有点恶劣，不对，是非常恶劣。我也可以借给你，但是吗？你得做我的模特。什么模特？把颜料和成屎一样的家伙也能画得好人体吗？可能是鄙视的神情太过明显，纪修反应过来，像只炸毛的猫一样张牙舞爪。喂，你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是在鄙视我吗？发工资的人是衣食父母，我不敢。这话挑不出毛病，他又踩上油门，飞一样冲了出去。纪修洗澡是个大工程，那一头五颜六色的油彩怎么看都不是轻易能洗掉的样子，所以现在就成了纪修穿着衣服蹲在浴缸里，把脖子伸得长长的，由我来给他洗头。大概是不好意思吧，青年的耳朵都有点发红。油彩被一点点洗净，顺着水流流进地漏，露出原本柔软如墨的发丝，是个能卖出好价钱的头发。纪修不知道我在打他头发的主意，自个儿伸直了一只腿，抱怨道：“妈了！”然后猛地窜起来，差点把我顶个跟头。青年身量逼近1.9米，又生得健壮，一时间感觉整个浴室都紧逼起来。好麻，好麻，怎么跟幼儿园小朋友似的？我一毛巾拍在纪修腿上，蹲下来，还没洗干净。纪修着牙，你也能教训我了。他故意拖了长音，听着更有戏耍的意味。欧巴桑因为头发太长了，湿漉漉的全都贴在脸上，水流进了眼睛。纪修总算蹲了下来，扒着浴缸边缘。好痛，这家伙不会真的跟小孩似的洗头要戴帽子吧？我从小照顾灵芝，后来照顾席木野，如果再照顾纪修，那真是天生的老妈子命了。也不能这么说，那2个都是无常，而纪修是年轻有钱又养眼的雇主。想到这，我搓得更卖力了一些。忙完回到房间，手机足足有12个未接电话。席木野打第13个来的时候，我接到我的皮鞋在哪，那双意大利手工鳄鱼皮的。我揉了揉眉心，这个人住在家里却什么都不了解，除去赚钱的能力，他连酱油和醋都不一定分得清。在置物架下面的柜子第2格里，席木野干巴巴地说了句知道了，紧接着就是找东西的声音。大概是找到了，我刚要挂，席木野就通知我，明天我会告诉爸妈灵芝回来的事，告诉他们他的病。我点点头，随便你。席木野像是有些意外，又有点落寞。为什么不要那笔钱？我没说话，席木野有些无奈地笑了。你把我当垃圾是不是？我还是沉默了。席木野大概被气到了。林叶，你觉得你离了我能掀起什么风浪吗？我觉得席木野也很幼稚，所以我笑了。你会找不到鞋子、领带、衬衫，你还要洗手做羹汤，像我一样早晨5点去菜市场抢新鲜的菜，不然你心爱的灵芝就吃不上了，而我会在一边嘲笑你，因为你起来的时候一定会因为没摸到灯在哪而摔个跟头。说罢，不等席木野反应过来，我就挂了电，一头蒙进被子里，睡个好觉再说。灵芝不是我的亲妹妹，我小姨生她时难产，不久就撒手人寰。可气的是，灵芝的父亲是谁成了谜，没有别的亲人，我爸妈就收养了灵芝，因为格外心疼她无父无母，比我这个亲女儿还要宠上不少。一大早我就被吵醒了，我爸妈知道了灵芝的病，急着要从老家过来看她，急得团团转的同时还不忘痛斥我的冷血。那可是你妹妹啊，你都不去看她一眼。我觉得有点累，却还是冷静地叙述我和席木野离婚了，她现在和灵芝在一起。我妈愣了下，哎，这是……我记得当初就是灵芝跟木野更好点，结果最后娶了你，现在这样的结果也不奇怪，她生了这样的病。你大度一点，让她，我不禁奇怪。妈，你说实话，其实我才是小姨的女儿，对吧？我妈拔高了音量。你在说什么呀？你是我亲生的闺女，我心都麻了。妈，我真的很大方了。从小我把自己的房间让给她，发家让给她，数不清的东西。你总说妹妹可怜要让着她，所以我从来没抱怨过。长大了，我也跟在她屁股后面照顾她。你们有一个人想过我吗？
我也很累的呀，妈妈。我知道，可是你小姨走得早，现在唯一一个女儿也要灵芝也知道错的呀，你就不能原谅她吗？我们一起去医院看看好不好？她甚至给我下了最后通牒，就当妈求你了。他们晚上到，我晚上去医院和他们碰面。纪修说我的脸色难看得跟鬼一样，影响他作画的心情，所以今天不画画了，你只需要给我做饭就行。我一直心神不宁，灵芝还让我去的时候给他带一盒绿豆饼，他不能吃，闻闻味儿也是好的。这谁呀？你妹妹？纪修八卦的目光飘过来，突然明白了什么。你前任的现任。他低头沉思，这是姐妹俩一个也没放过啊！我没忍住，给了他一个板栗。纪修哇哇大叫，扎得乱七八糟的头发松散下来，像个疯子。我想起小时候，灵芝总要睡懒觉，我急得要死，却还要等她一起走。灵芝会缠着我说：“姐姐，我要扎头发。”然后在扎头的间隙指挥我等会儿，别忘了收她的书包。临出门的时候，我妈会给零花钱。她1块，我5毛。做姐姐的要让着妹妹，他们总是这样说。纪修，你头发乱了，我帮你重新扎。哦，好。她乖乖坐下来，我捧起她的头发，是零碎不规整的发丝，扎起来会很有层次感。撑着她的脸一点都不女气，反而有点别样的清爽，像画里走出来的世家公子，高贵优雅，盛气凌人。我前夫和你的气质很像。纪修撒车嘴，别拿我和他比，我可做不出出轨这种事来。我妈是在晚上到的，没来得及停歇，下了车就直奔医院，席木也自然会照应他。我也没急，把纪修的晚饭做好了，才不紧不慢地准备去医院。想了想，还是打包了点剩菜，心想总不能空手去。纪修就看着我收拾油焖大虾、糖醋排骨，他在剔牙，随口道：“你也挺有意思，带剩饭去医院。”不是给他们带的，我妈肯定吃过了。我带着是留我自己吃的，毕竟我带的东西灵芝也不一定能看上。顿了顿，我又说：“2个小时我就回来，给我留个门。”闻言，纪修有些惊讶：“你不陪陪你妈吗？”我倒是坦然，比起我，她可能更想灵芝陪着吧，因为不够优秀，不够活泼，因为是长女，干脆成了背景板。从小到大都是灵芝的陪衬，我已经习惯被忽略了。这个世界上有人闪闪发光，就注定有人平平无奇。我把保温盒塞进包里，准备出门。纪修突然开口：“我送你吧。”我又坐上了那辆无数人梦寐以求的座驾。纪修问我：“上次的事考虑的怎么样了？”我微微侧目：“500万。”我捶了捶膝盖，明天恐怕是个坏天气，我的右腿不受控制地僵硬起来。我有套房子。纪修嚷嚷起来：“你有套房子？不大，只有80平，但是地段很好，在市中心。”我有点不好意思，虽然大家都挺看不起我，但我这个人运气很好。我前夫虽然为人冷淡，但结婚那会儿是给足了脸面。彩礼钱我大部分给了爸妈，剩下的都投进士了。纪修闻言不由得另眼相看：“挣了多少？”“不多，就1套房。”我胆子小，赚到钱了就不敢投了。到底是老天眷顾我，没让我亏本。呵呵，我听到了纪修的轻笑，这可不是运气的事。你大学学的什么？工商管理。纪修翻了个白眼，一看就是为了前夫选的专业。我头更低了些。纪修掌着方向盘，封心所爱是迈向成功第一步，剑谱第一页，怒斩心上人。到了住院部，我妈陪着灵芝，见了我开口便问：“怎么来得这么晚？”又觉得不妥，半是责怪，半是心疼。“你这孩子怎么离婚这么大事也不说一声？”“算了，这桩姻缘本就是你妹妹的。”灵芝在一边咯咯地笑。“妈，你别这么说姐姐，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妥。”把保温盒放在桌上，问道：“你们吃了没？我带了点饭。”“吃了。你这孩子怎么不吃饭就来了？”“你妹妹让你买的绿豆饼买了没？”我咬着排骨，含糊地说话：“太忙了，忘了。”“你呀。”我妈想说什么，被灵芝拦住了。“没事的，妈，我让木野带就好了。你帮我倒点热水吧，
我想擦擦身子，去水房的路上，我妈也有点感慨。你说你怎么就不生个孩子呢？有了孩子不就能拿住男人的心了吗？我一时不知如何作答。这些年我一直有意避孕，再加上席木也不是热衷此番的人，工作又忙，我们朝夕相处的日子屈指可数，不被期待诞生的孩子是没有意义的，小孩子本身也会很难过。别说了妈，你不也觉得是我抢了灵芝的东西吗？我妈叹气更深了。当初木野跟灵芝好得很，谁知道转脸就娶了你。你妹妹一生气跑出去好几年不回来，你说究竟怎么回事？你心里没点数吗？你不使手段，木野能跟你好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妈妈怎么办？只能盼着你好啊。我嘴里苦得厉害，心间更是密密麻麻泛着疼。妈，你也是这么想我的吗？我妈闭着眼，那是怎么回事？我已经装好一壶水了，思绪突然平静下来。曾经觉得难以启齿的事，现在也不过是一件可以随口讲述的小事罢了。灵芝跟别人私奔，所以把我送到了席木野床上，没有听到回复，只看到我妈怔怔地站着。良久，我听见她轻轻地说：“林叶，不要诬陷你妹妹，我已经习惯了，我已经决定从那样窒息的环境中脱离出来。所以我没有像小时候那样辩解，因为灵芝一向比我讨人喜欢。”他的话也找不出破绽来，越说别人越觉得我虚伪。我拎着水壶，无所谓，从小到大，我早就习惯了妈妈叫了我的名字，但是我没有理她。我承认找不是一个好人，因为年少时我爱慕着席木野。我知道灵芝的小秘密，尽管他和那位英俊潇洒的富家子弟关系匪浅，但是他并不喜欢他。我喜欢，因为席木野对每一个人都很好。他记得灵芝的生日，为他举办派对，为他送上新奇的礼物，也不会忘记角落的我。他会把蛋糕的第2块给我，他会说枝枝叶叶本来就是不可分离的，姐妹2个对他而言都很重要，不过是爱屋及乌，不过是青春期暗恋的小心思，却被灵芝敏锐地察觉。他惆怅的叹气，好烦啊，姐姐，我不喜欢他，但是我想让你开心一点，我为此感激涕零。所以被抱上那张柔软的大床上时，我在想什么呢？慌张、害怕、不安、愧疚，其实还有点窃喜吧。灵芝告诉我她有很重要的事，让我帮她安抚住席木野。于是昏暗的房间里，我被蒙上眼，穿上灵芝的衣服。席木野以为这是灵芝给他的惊喜，而我出于什么样的心思没有声张呢？第2天，席木野撑着额头坐在床上，快恼、愤怒，最后只变成一句：“你这样对得起灵芝吗？”所有人都痛斥我是费尽心思爬上妹夫床的子，灵芝也顺理成章离家出走，一切都自然极了。只有我成了那个罪人，千夫所指。在这样的处境下，席木野说他要娶我，于是我再一次感激涕零，但这不过是水中月镜中花。他不爱我，他只是出于无奈。现在我们都解脱了。我回到病房的时候，席木野已经来了。我没吃完的饭被席木野一扫而空，肚子饿得咕咕叫，我有些尴尬，但是心想着马上就走了也无所谓了，于是走上前去收拾餐具。席木野就这么侧着头安静地看着我。明天继续送饭，我突然觉得有点好笑。席木野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我不用为你做事，我也不会再来看灵芝。他没发火，没用他一贯冷漠的语气指责我冷血，而是柔软的眉低垂下来，带了点商量的意味。可以付给你工钱，多少都可以，我已经收拾好了东西。侧过身子避开席木野，他跟着我送到病房门口。我妈也回来了，因为尴尬，只能叮嘱我路上注意安全。席木野说：“我送你。”纪修一直坐在走廊的椅子上，见了席木野噌地站起来嚷嚷：“好慢啊，赶紧回家了。”席木野愣住了，他的目光在我和纪修身上转了整整2圈才停住，然后如印象中一般绷直了唇，眉宇低低地压下来。解释什么解释？跟你有关系吗？纪修大大咧咧地揽住了我的肩，年轻人就是不一样，连挑衅都带着股唯我独尊的气质。我知道他是故意的，
他力气很大，我就算想说什么也说不出来，像提线木偶一样被纪修掌控着，猛地转过身子，同手同脚往出口走去。我不知道席木野看了我多久，但是我听见他低声问灵芝：盛江川是谁？盛江川是灵芝的心上人，是当初可以让他义无反顾放弃席木野的人。但是席木野不知道，他迟钝而敏感，也许是因为爱情，总之人不会去为难一个自己深爱的人。纪修靠在车门边上，燃着的明红差点烧到他的手指。纪修其实不会抽烟，如果深深一大口的话，他会得死去活来。他把这种行为归结于爱情，因为他的前女友抽烟。你的眼光不怎么样嘛？那个男人一看就是个人渣，风刮起来，烟真的烧到手指。纪修被烫得跳脚，最后愤愤踹向车门。我考虑了很久，告诉纪修，我要把房子卖了，我要入股。纪修说好，明天带你去看看公司。这是纪修真正意义上接手的第一个公司。作为一个不学无术的富二代，这是他第一次决定认认真真干一件事，可能源于某种执念。纪修有种拼命三郎的劲头，他还给我安排了个职位，董事秘书，然后得意洋洋地坐在老板椅上，对新招进来的主播们评头论足。谁说我干不成大事？这不是欣欣向荣吗？那张椅子被他摇得咯吱咯吱响，原本还笑的脸色突然阴沉下来。紧接着，那张简历就被他扔在了一边。纪修撇嘴：欧巴桑，我饿了，吃龙虾吧。这不像他，公司刚经历过拍卖重组。纪修不眠不休忙了1个多月才步入正轨，招收新鲜血液是最重要的事情，他不可能这个节骨眼上耍脾气。我把简历捡起来，上面的女孩有张标准的鹅蛋脸，眼睛又圆又大，笑起来时还有2个小酒窝，是邻家妹妹型的清纯美女，如果走女友视角能收获一大波流量。纪修显得有些烦躁，我不想招他，小朋友闹起脾气来也很麻烦。纪修把桌子一推：我回家了，你走不走？看他这反应，我突然明白了，是前女友吗？那人没说话，算是承认，只是整个人都变得沮丧起来，趴在桌子上，马尾有节奏的颤抖。我差点以为他哭了，却听见纪修闷闷地说：欧巴桑，我真的饿了，面试被推到明天，当务之急是带这位大少爷去吃饭。少爷心事重重地干完2只龙虾，打个饱服，心情由阴转多云，最后下达了命令。去画室，纪修有很多技能，画画、弹琴、跳舞，但无一例外没有一个精通的，很多都是他兴致来了会摸上一会。比如画画，油彩在纸上随意涂抹，多重色彩交叠，最后出来的东西狗看了都嫌弃。但是不要紧，这不过是纪修打发时间的手段，他比我有出息，强烈的自尊感不会让他去对一个抛弃自己的人摇尾乞怜，祈求对方低头看自己一眼。他情愿在画室里滚得满身颜料，借此来慰藉自己破碎的心。纪修告诉我，池重雪才不是看上去那么单纯无害。他蹦迪、喝酒、抽烟，他和所有女孩都不一样，他是自由的，热烈的光，没有人能捆住他。青年低声嘟息：我太没出息了。红色的颜料涂在了纪修的脸上，好像这样就能掩盖住泪水的痕迹。但是我不会回头的，我不会再看他一眼。这话里明明都是放不下。我抓着纪修松散的马尾，帮他绑紧了。纪修疼得直叫唤：头皮呀，头皮痛！他的画室里都是池重雪，画布上是他，骑着单车的，喝着汽水的，笑的，哭的，都是。尽管五官扭曲到看不出模样来，还是一眼就能认出那是池重雪。口是心非。我说：纪修帮我画一幅吧，我长这么大还没画过呢。纪修比了个 OK 的手势，我便走到他面前，摆出姿势来，端端正正的坐姿，和我的人一样无趣。纪修喷了一声，他让我腿斜着伸出来一些，膝盖上的伤疤就露了出来，有些丑陋的疤痕，还依稀能看见钉子的痕迹。怎么回事？以前出过车祸。纪修哦了一声：欧巴桑，你还真是可怜。我回了他句：谢谢，
你也没好到哪去，气得纪修把我画成了人猿泰山。你这水平就应该挂在巴黎圣母院。他对自己相当自信，就当我花钱捐的，有钱真任性。我把池仲雪招了进来，他很明白自己的优势，所有的装扮都尽可能突出了可爱清纯，因此运营给的方向是元气少女。第一天数据就很好，拉开了其他主播一大截。我待在直播间里看他的状态，纪修兴致勃勃地进来，怒气冲冲地出去。为什么把他招进来？纪修一脚踹翻了垃圾桶。你把我的话当耳旁风是不是？他的声音太大，影响了直播间的气氛。运营暂停了直播，池仲雪出来倚着门框，他点了根烟，眯着眼笑起来时像一只猫。好久不见啊，前男友，还对我念念不忘呢。纪修没看他，他愤愤盯了我一眼，又踹了无辜的垃圾桶一脚走了。池仲雪在一旁笑得前仰后合。叶子姐，你别介意，他就这样。我察觉到了池仲雪话里的意思，准备复合。那人含糊的笑笑，挺有意思的不是吗？我突然觉得池仲雪有点恶劣。纪修跑没影了，给他发消息倒是能回，不是位就是哦，像是嘴被缝上了。到点下班，席木也在楼下等我，他大概许久没睡好了，眼底青黑一片，语气有浓浓的倦意。林叶，妈说她想你了。我叹了口气，我打车去，席木也却不依，他固执地挡着我的路。我送你。我站了一天，腿疼得厉害，没工夫跟席木也争辩，坐上了后座。从后视镜里能看见席木也的眼睛带着笑。啊，不饿，我带你先去吃饭。不了，看完我妈，我还要回去给纪修做饭。席木也的笑僵住了，连语气都有一丝不易容觉的失落。你们在一起了吗？我还没来得及说话，席木也就抢先说了。应该是吧，我看得出来你们很亲密，一直到医院他都没开口，直到下车他才问我，如果我开他2倍的工资，你可以回来吗？我推开车门，因为腿疼我已经烦躁到无可复加了。席木也坐在驾驶位，突然自嘲地笑道，我总觉得你是为了钱才爬上我的床，可是到头来你根本不在乎。你不要钱，不要珠宝首饰，不要名牌包包，这么多年你从来没跟我开口过，我甚至从来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你对我言听计从，你爱我爱到了骨子里，为什么一夜之间就能如此冷漠？我站在台阶上，居高临下地看着席木野，有种轮回不止报应不休的爽感。你以前也是这么对我的。席木野愣住了，他没跟上我。我一瘸一拐地走出了他的视线，实在是太疼了。林芝刚好和我妈谈到了这桩旧事，那时候学校组织旅游，我们3个都坐在后排，结果碰到个逆行的货车，司机为了避让就翻车了。学校当时应该给我姐评个见义勇为奖的，不然膝盖砸地上的就是席木野了。我只是运气好没受伤，把他们2个拖出来而已。林芝悠悠叹气，姐，你的腿好点了吗？不劳你操心。你干嘛总是对我夹枪带棒的？你离婚是我的错吗？林芝压低了声音，你敢说你当时心里不高兴吗？明明迫不及待想要嫁给席木，为什么这么虚伪呢？我还是没搭理他，和我妈说了2句话就要走。门口遇到了席木野，他主动问我腿还好吗？当年我也想和席木野说，我也救了你的，翻车的时候我抱住你了，帮你挡住了撞击，可是你只记得林芝，她一个女孩子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我们2个拖出来。谢谢你，林芝。她看着林芝的时候眼里没有其他人。我突然觉得说不说都没意义了，因为对方并不一定领情。当晚林芝就找到了我，谢谢你呀，姐，如果不是你垫背，我这张脸肯定花了。是的，因为护着席木野，冲击力让我滚到了最下面，而灵芝刚好压在我身上。我会报答你的，你一定心想事成，自以为是的报答。如果当初没有被赶鸭子上架，或许我也不会过得这样艰难。好多了，我走了，不用送。席木野看着我，有种接近于痛苦的情绪在他眉宇间蔓延。他喊了我的名字，林叶。一切都戛然而止，我们都知道彼此没有机会了。路上注意安全，从此之后，我们之间只有客套，或许连客套都多余。
我回到了纪修的家，屋子里没开灯，黑乎乎一片。纪修扑上来，啪一声把灯开了，刺眼的白光让我睁不开眼。纪修像审讯特务一样看着我：“你去哪了？”“去看我妈。”“自己一个人去的？”“纪修呼笑起来：“你骗我！我亲眼看见你上你前夫的车，你就是对他旧情难忘。林烨，你真是没出息！”我才注意到纪修喝酒了，然后人就实时地压下来，我被他撞了一下，后背抵在墙上，咯得生疼。纪修的下巴搁在我肩上，身子不停下滑，全靠我撑着才不至于摔倒。那人满身的酒气，呼吸灼热的烫人，却是傻乎乎的嘟嘴说着听不清的词句：“别走，别走，林烨，别走！”我把他拖到了床上，准备用湿毛巾给他洗脸。刚转身，纪修的手就缠了上来，勒住了我的腰，箍得紧紧的，让我有种窒息的感觉。小孩子一样撒着娇：“我不叫你欧巴桑了，你一定是生气我今天对你发火了。我保证下次不会了。”他的声音软下来，有种小孩子得逞的骄傲，还有点可怜兮兮的意味。“你不会不要我的，对吧？”我只能顺着他，我不走，我去拿毛巾给你擦脸。纪修倒回床上：“不准骗我哦！”我拿着毛巾回来的时候，纪修已经睡着了，恬静的睡颜，缩起身子，紧紧抱着自己，是很没有安全感的表现。是个孩子呢，今年才22岁，比我小了5岁，眉宇间还残留稚气，尽管那份子唯我独尊的气势已经渐渐生成。但心境没有完全成熟之前，还是想和亲近的人撒撒娇。这个年纪本来就是很容易把真心交付出去的。那么稳重的席慕野，在这个年纪时也会露出迷茫的神情，向灵芝要一个抱抱。他从来没有对我展露过脆弱的样子。因为生意原因，席慕野总会喝得醉醺醺的，被助理送回来。他好像醉了，可对着我仍旧保留了一分戒备。如果环境允许，他一定会自己走回卧室。我帮他擦脸时，他是抗拒的，嘴里说着不用，挣扎起来，把自己整理干净。对于夫妻来说，未免太疏离了。我有些失神，手被人缓缓握住了。纪修的眼里有一瞬间清明，他带着自嘲的笑问我：“你在想着谁？”我把手抽出来，被纪修追着缠上。稍微想我吧。最起码在现在这个时候，他撑起上半身，一只手将我拉起来，而后揽在了怀里。有没有人说过你做的饭很好吃？有没有人说过你很漂亮？手放在腰上，试探一样摩挲。你身上好香。我红透了脸，真要命，被小5岁的弟弟撩拨成这样。纪修还在细细说着，吐出的呼吸的脖子好痒。今夜月色很好，应该有个人来对我撒娇。我不会撒娇。纪修哑声，良久才听他低低笑起来。我会，而后又没了声响。我回头，那人已经又睡着了，趴在我肩上，呼吸均匀而绵长。我给纪修盖好被子，心想忘记一个人哪有那么容易？他是想借我去忘记池中雪吗？我最近和席慕野碰面的次数有点多，刚下楼就又看见了他。席慕野的车安静地停在门口，他坐在里面，脸色像家里死人了。我差点以为是灵芝不行了。席慕野看见我，深吸了一口气，再没了当初的淡然自得，惶惶如丧家之犬。林烨，我真是蠢人一个。我猜想，大概是盛江川和灵芝的事被他发现了。我垂着眼从他身边走过。席慕野说，灵芝不见了，他让我好好对你。当年那件事他跟我解释了。我哦了一声。然后呢？我们已经结束了，不是吗？席慕野呆住了，他自嘲地说，是哦，我都忘了你已经有了纪修。可是那样的年轻人，要风的风，要雨的雨，他对你又能有几分真心呢？我是出来给纪大少爷买牛奶的，加糖加冰。眼看着时间一点点消磨过去，纪大少从楼上跑下来，就看见了失魂落魄的席慕野。他像被踩到尾巴的猫，突然就炸毛了。你们果然背着我私会。我懵了，倒也不必说是私会吧，像被捉奸似的。纪修也懵了，昨晚说的话你没听见吗？我摇了摇头，大概没想到我的态度会是模棱两可。
纪修气得发抖，他称呼我为死脑筋的叶子，一棵油盐不进的树，然后气鼓鼓地回了楼里，留下席木野在那里笑。真年轻啊，也很幼稚。和这些的人在一起会很辛苦吧？没和你在一起辛苦。席木野的脸色变了。我敢肯定，在之前他肯定觉得和我说句话都是恩赐。林芝恰好打电话过来，听着心情不错。不要再怨恨我了哦，姐姐，我把人还给你了，这个人一直这么自以为是吗？把一切搅成一团乱麻，再一脸云淡风轻地离开。不过倒是要多谢他，我才能毫不犹豫从席木野身边脱离出来。离婚协议我重新拟了，我名下所有的财产分你一半。如果和那个小子在一起辛苦，这些会是你的保障。我看着席木野，突然有种心气舒畅的感觉。他名下的资产涉及到他的公司，如果我接受我的生活，就会和他牢牢捆绑，而日夜相对，总会再次生出情愫来。他在试图用钱留住我，像我当初不顾一切助他一样。我摇摇头，我净身出户。如果我爱钱，或许你可以留住我。可惜的是，我既不爱钱，也不爱你。席木野的脸刷一下白了，兜兜转转小半辈子，他爱的没留住，爱他的也从指缝溜走，这就是摇摆不定的代价吧。我拿着牛奶走进公司，纪修从门后面跳出来。干得不错嘛，后面的话被他噎在了喉咙里，纪修从喉咙里挤出几个字：把它开了吧。池仲雪悠然自得地走过来，拿过纪修的牛奶，也不在乎对方喝过，轻轻抿了一口，又放回纪修手里。刚好渴了，谢谢。一直到池仲雪走后，纪修都没能回神，盯着手里的杯子，在抬头时眼里全都是失落。你好像一点也不在乎，我应该回答什么呢？我也不知道，所以我从纪修身边走过了。那人抓住我的胳膊，很笃定地说：你故意的，你故意忽视我。我叹了口气，还有工作要忙呢。刚和大博主对接了企划，不是任性的时候，纪修就不闹了，把那瓶牛奶扔进垃圾桶，嘟嘟囔囔说了什么，我没听清。年轻人就是年轻人，试图欺骗自己的心。我又不是傻，他心里始终有池重雪的一席之地。纪修走到一半，又气鼓鼓折返回来，戳着我的肩膀。不要试图揣测我，我和你想的不一样。我摇摇头，跟在他后面去了办公室。起步阶段，1个星期要加3天班。池仲雪本来应该回去的，不知道为什么也留了下来。他是达人，只负责拍摄，剧本有专门人来写，所以留下来更像是打杂的。比如他主动承担了订饭、复印文件这种杂活。他叫我姐，冲我做可爱的表情。纪修最近还好吗？跟他说话都爱答不理的，为什么不理我呀？可能还没消气吧。池仲雪的眼珠子转了转，笑得有些僵。话说他没有喜欢的人吧？我敲键盘的手停住了，没后面的话没来得及说出口，因为纪修端翻了椅子。你们很闲啊，加班还在这里拉家常，是想扣工资吗？池仲雪做了个无所谓的表情。没关系啦，我自愿加班的。纪修说，随你。他的目光移到了我身上，我的内衣没干，等下去给我买2条。我缓缓扣出一个问号。纪修一脸理所当然的表情，这不是你分内的事情吗？这家伙在搞什么？大庭广众说这种让人误会的话，大家果然都开始起哄了。纪修还要假模假样的咳嗽2声。好好工作，掌心的事可都要看叶子的心情，我当不了家的。大家起哄得更厉害了。池仲雪缓缓转过头来，皮笑肉不笑地夸我：叶子姐还真是厉害，拜托，不关我的事啊。好不容易在众人探究的目光下挨到下班，纪修竟然提前把车开到门口，然后按下车窗，对我抛了个媚眼。回家啦！我听到了此起彼伏的口哨声，现在非常想把纪修那张俊脸撕烂。上了车，对方却先道歉了。纪修满是诚恳地表示，是我考虑不周了，你一定很苦恼吧？但我就是想对你好，我还没追过女孩子。你上过一次当，肯定不会那么轻易敞开心扉。
不过不要紧，我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不要脸。说罢，那人转过脸，笑嘻嘻地反问：你舍得责怪我吗？人家从中午忙到现在还都没吃呢。我心软了，这家伙摆出一副狗狗才有的可怜表情，任谁看了都说不出责难的话来。但还是想说你好绿茶。纪修笑得更开心了。那姐姐来泡人家吗？这家伙究竟是怎么从早上悲秋伤月变成现在这种死皮赖脸的呀？我都忘了，这人本来就是个神经跳脱的，不搭理就好了。我在厨房做饭，吭哧吭哧削土豆皮，纪修在旁边洗青菜，水龙头哗啦啦响个不停。我忍不了，于是抬起头来。纪修和我大眼瞪小眼，怎么啦？盆里的水已经满了。纪修把青菜往盆里按了按，于是多的水就欢快地溢了出来，淌到我的脚边。纪修的整个袖子都变得湿哒哒的，然后他抬起手，又是哗啦啦的水流个不停。菜不就是这样洗的吗？大概是察觉到什么不对，纪修关了水龙头，有些手足无措，也有些委屈巴巴。他站在一边，小心翼翼地问我：我做的不好，你教我。我心头一动，这个家伙真的有点可爱。纪修来到了我身边，蹲下来，土豆丝粘在我手上。他说：真嫉妒啊，这双手为那个人做了那么多顿饭，给我却只是区2个月。就算如此，你还打算等赚够了钱就一脚把我踢开，送进另一个人的怀里。说着说着，唇就压了下来。光是想想我就要心痛死了。哐当一声，是我推开了纪修，他的头撞在了台子上。纪修闷呼，双眼紧闭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。我吓了一跳，赶紧去扶他，都准备掐人中了，却被拉着衣领，紧接着那人就真的亲到我了。我没什么接吻的经验，只是觉得他一定是吃了薄荷糖，不然怎么会这么甜。偷袭成功还能贫嘴，看样子没什么大事。我松了口，拍了纪修一下，那人这下子却没回应。靠，真晕了。纪修住院，公司的决策人就真的换成了我。池仲学也为此向我递交了辞呈。我本来就是为了他来的，是很落寞的神情，有释然也有无可奈何。我问他后悔了吗？池仲雪笑笑，后悔也没用，有些人错过就是错过了。纪修出院那天吵着要吃糖醋排骨，只能带他去超市买菜。本来也没什么大事，那人硬是在医院磨了1个星期才出院。刚好是加班结束的日子，我在公司也彻底立稳了脚跟。说起来，这个人还真是贴心。他在医院闲着无聊画画的时候就跟我说过，叶子是很有才华的人，不应该困在厨房里。然后他半是认真半开玩笑地说：你赚钱养我吧。我在生鲜区挑排骨，迎面走来了我的前夫。他看我一个人，不禁露出一种意料之中的表情。我说过，那个人正是爱玩的年纪，我没打算跟他寒暄的。纪修却拿着2套情侣睡衣跑了过来，一见到席木野，就像见到来抢地盘的狗那样呲起了牙，好像我是块骨头，还要不时望望我，好像在说：看吧，我就知道你们2个藕断丝连。为此，他甚至做出一副预气的样子：没关系，你们聊吧，我在旁边等着就好。我只能牵住了纪修的手。不好意思，还要回去给我的男朋友做饭。晚安。